坐。要干什么呀？坐好了，眼睛闭上，不准偷看，闭好。闭好了。闭上了。闭上来看到我手。景色宜人，环境优美，给你一个爱上回家的小户型多功能丽华花园，闹中取静。这些都是什么呀？还买房子送老婆？哪家开发商啊？还贩卖人口？是买房子送给老婆。我最喜欢帮助别人了。既然你喜欢的话，下班我带你去买。你又发什么神经啊？你下了班房产中介附体啊？我先走了。哎，坐下。我觉得啊，尹浩然住在你家隔壁太不安全了，而且我已经决定了，山不走，水走，他不走，我们走。什么我们走？我不走。把现在住的地方租出去，换一个地方感受一下不同的生活环境，提高伯母的生活质量嘛，而且可以顺便躲开那个变态偷窥狂。我妈是不会搬的，她有那么多老朋友、老邻居，她才不舍得走呢。而且我也觉得没必要。那这样，你请妈回去列个清单，把她那些什么好朋友、好邻居的全部我们一起带走。你疯了，李唐，你还帮他们搬家？你以为他们是什么行李？你还打包？真懒得理你。尹浩然他真的对你心怀不轨，但是我对他没有心怀不轨，我跟他只是普通朋友。男女之间真的有这种纯友谊吗？有啊，我就没有这样的女生朋友。你没有啊？我没有。我有。我觉得朋友之间不该牵扯到那么多利益。我欠他的，所以我才想帮他省下这个宣传费。而且我心里就只是把他当做朋友，所以他住在隔壁，我没有觉得这有什么不妥的。在这件事情上面，拜托你不要再操心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相信你。谢谢，我先走。哎，这么早就下班？我到点了，我还不下班啊？谁说到点就可以下班？我难得不加班，我回去补觉啊。今天要加班啊！可是我该设计的图我都设计好了，我留下来做什么呀？昨天不是多了几个客户吗？你今天当助理留下来帮我准备资料，我待会打电话叫外卖。干嘛？我是老板。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，微风吹过的一瞬间，似乎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跟沉淀。如今风依旧在吹，秋天的雨跟随，心中的热全不退，仿佛继续闭着双眼，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。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。冬天也仿佛你干嘛？你干嘛？你说你都干嘛了你？我现在要去上厕所，女厕所，你要去吗？我刚好想去厕所。算你狠。你啊，伯母，这条鱼是我今天钓的，不过我会吃不会做，是不是？进来吧，你们现在这些年轻人啊，真是。
这鱼还挺大的。麻烦你啊，伯母。没事没事。伯母，我想问一下方思，她回来了没有？还没回来，他刚刚打电话回来，说要在公司加班。奇怪了，以前都在家里加班，现在都要留在公司里加班。坐。怎么约我到这儿来了？你不是送鱼去了吗？送了。我去，不会他们收了鱼就让你走人了吧？他们家人出手倒挺狠的呀。是我自己走的，方思在加班，他根本没有回家。下次再送你一次喽。下次啊，兄弟保证给你弄更好的。我觉得是李唐故意让方思留在公司里加班的。手段有点 low， 这李唐还是蛮拼的呀。还有，李唐不准备顶替 ASH 去做巴黎和米兰的时装秀了。你看一下。30场秀减到了17场，他怎么想的？方思不是告诉他你现在是硬撑了吗？他既没有提出解约，也没有提出增加预算，他这不是在帮你？我觉得他这次是认真的，不是意气用事。他连我害方思工作室倒闭的事他都知道，但是他为了方思都忍下来了。我有点小看他了，我真的以为他忍不下去。忍了也挺好的，省得你东跑西跑四处筹钱。现在总部那边也好交代了。有时候我真的希望他忍不下去，要么解约，要么增加预算，要么干脆揭我的底。他现在什么都不做，倒让我不好办了。方思，李总为什么要拒绝乔瑞斯的计划？时间上来不及。还有1个月的时间呢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也可以先让工厂出点样衣嘛，完全可以的。这么好的机会，如果璀璨在巴黎和米兰开秀的话，璀璨是个新品牌，发展的太快也未必是好事情。而且30场秀对我们来说，我们人手和精力都不够，还是先把国内的秀准备好吧。我看啊，就是李总小心眼，他怕你跟尹总出国去准备，然后就……小奈，李总虽然平时生活中可能有些耍小性子，但是在工作上他还是很有要求的，绝对不会因小失大。方思啊，你知道你刚才在说什么吗？知道啊，我又没有把银行密码报出来，你今天这样干什么？你竟然替李总说话！看来李总那顿大餐是走不过。什么大餐呢？没有啊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？我这连工作都忙不过来呢。小奈同志，还来总吧。好吧，我是有事情瞒着你。老实交代吧。李总要监视你。原来就是你啊！我说那个优质皇子们，我去哪儿他都知道。你，方思啊，我知道我瞒着你是我不对，但是我看李总真的很关心你，所以我才想帮他的。你说你啊，间谍都做不好，你还做双面间谍？那个方思啊，其实是不是在说我坏话啊？李总好。你来干嘛？我是老板，在自己公司遛弯无情啊。那你接着遛啊。是来通知你。加班是吧？哎，你也知道最近公司事情比较多，所以。李唐，够了。你要干嘛？身体不舒服，回家。
礼堂那边，璀璨2期的情况怎么样？可能因为经费的原因，发布秀由原先的30多场缩减到10多场。他们的焦点现在都放在设计师傅方思的身上，所以媒体也没有关注到这一点。声东击西，不错。璀璨失去了通灵珠宝，但是以后如果傅方思能红，很可能会撑得住璀璨。礼堂一直想将项目的重点由通灵珠宝转向设计师的身上，到时伯父如果对外宣布了通灵珠宝不和璀璨合作的消息，相信对堂皇的影响也会降到最低。伯父，礼堂没让您失望。璀璨那根本的问题呢，实在是不可控的因素太高了。通灵珠宝也好，设计师也好，都不是堂皇能掌控的资本。如果礼堂真的想好好经营下去的话，他要把所有潜在的危险都控制在手上，全部变成他可以运用的一个资本才好。您的意思是？但愿他呢提早了觉醒，尽快的做出明确的决定，不然的话，现在炒得越热，将来越危险。可是礼堂如果发现了这一点，做出相应的对策，那对李氏珠宝的影响可是特别大的。只要让礼堂在最短的时间里赢过我、超越我，那这些代价都算小的。沈总，您真的打算一直不向小李总澄清吗？您跟他毕竟是这么多年的朋友关系了，这么一直误会下去，会不会得不偿失呀？再说总部那边，否则我又能怎么办？伯父刚才虽然没有明说，但是他的意思就是，只要礼堂能够成功，他哪怕得罪董事会，甚至失去董事会的席位，都没有关系。他为礼堂做出这么大的牺牲，我又怎么能反悔呢？再说，礼堂马上就要找到突破口反击了，在这关键时刻，我绝对不能出卖伯父，让他功亏一篑。同学，你现在管着信贷部，你怎么可能不知道李氏要投资的这个项目？好，那这样我们不要谈公事，明天出来吃个饭吧。走，大概。好，那确定地方再跟你说。OK， 好，拜。我说你那个苏耍大牌耍到家了，经纪人又提了一大堆无理的要求，我实在搞不定了啊！你去看看吧，啊。我明天没空约的人，反正只要在可以合作的前提下，该干嘛就干嘛。那我就搞不懂了，你干嘛要请这尊符啊？啊，就算他现在拍了电影人红了，是那也不用这么难伺候吧？将来不怕遭报应啊？遭不到报应是他的事情，该干嘛就干嘛，别浪费时间。你说的啊，你就这么没人性？哎，服装方面有任何问题，记得找傅方思哦。知道了。喂，你又出去啊？你去哪儿啊？方思病了，我去给他送药。搞不懂你每天哪儿那么多精力啊，大哥！你又要管自己公司，还要照顾傅方思，还要再盯着你老爸的公司到底在干什么，你累不累啊？啊，你知不知道每天你把这些精力攒起来，放在自己公司的经营上，你至少可以比现在挣2倍啊！讲完了没有？人生如果多数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，那不是太无趣了吗？呀呀呀！浩然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不说了。我昨天钓了一条鱼，本来想等你回来一起吃，不过你在加班。我听我妈说了，可惜我没这口。哦，对了，我呢现在去超市买点东西，要不要一起去？好啊。坐我的车。哦，对了，你都没有告诉我你为什么突然之间回来？你不用忙你的设计图吗？是因为李唐吗？他几乎把你当成了女朋友，
你不会答应了他什么事吧？这个挺好的，来吧。我现在也搞不清楚什么状况，有时候觉得他没变，有时候又觉得他什么都变了。如果李唐现在和过去不一样的话，你会回到他身边吗？我真的不知道。那个时候我爸爸病重，我很害怕，也很痛苦，而他爸爸也给了他很大的压力。那个时候他没有堂皇，没有钱，没有大脸，可是他却为了我离开了他的家，而我却因为事业忽略了他。你是因为以前的事内疚吗？没有，哎，我也不知道我干嘛要说这些。那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你真的是个好人。有钱有脸的呢，叫男神；有钱没脸的叫老公；没钱没脸的，就是你刚才说的好人。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没关系。方式。哎呦，哎，小李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家停电，所以没办法做饭，想说来这边跟你蹭顿饭，行不？行，你来吃饭我欢迎。我正要去买菜，你想吃什么？我都可以啊，你做的什么都好吃。好，那你就跟我一块去超市，想吃什么挑什么，晚上做给你吃。好，那我帮你拿。这小李子就是贴心，走。我跟你说，这鸡毛菜的挑选可是一门讲究，说什么蔬菜上有洞的不能挑，因为农药过多。可是你说这鸡毛菜就是种在家里，还不是一样要撒农药？所以是叶子上有洞，反而倒是好了。伯母，我刚刚好像遇到熟人，我过去跟他们打一下招呼。我们在收银台那边碰。哎，怎么走了？真是。当然了，我是从过来人的角度给你一些建议，到底合不合适，时间会给你答案。所以我觉得你不要那么快做出决定。谢谢你。挑这么大。真的看到了他们，你肯定是看错了。他们两个怎么可能一块儿去超市呢？妈，哎，你怎么来了？他能来不能来啊？跟屁虫！哎呦，这条鱼比昨天的大多了啊！伯母，今天真的麻烦你了。伯母，你叫的。李唐，干嘛啊？好了好了好了，晚上一起吃饭。不过，这菜买了2份，这怎么吃得完？他那么胖，你吃得完啊？我那么胖是吧？那没你的份了。你走走走，走走走。哎呀，好了好了好了，别闹了，就是因为小李子来，我才去超市买菜的。走走走走走。嗯？啊？
小李子，你今天就听我的，待会儿呢就好好吃顿饭，别跟他们两个任何一个人起冲突啊。可是方思跟他，行了，有我给你当靠山，你还担心什么？不是啦，你不知道尹浩然他真的不是什么好东西。还好刚刚他们两个逛超市被我们遇到，不然后我就不知道会变。哎呀，这浩然毕竟救过我们家的火嘛。况且我可是听说了，你的那个什么项目，他可是都是自己出钱的。这是两码子事嘛，他出过钱也不能改变他不是个好人的事实啊。我知道他过去对你做的不地道，你忍不了，这我都理解的。我不是在说那个啦。那好了，就别说了，过去的事儿都把它给忘掉啊！今天就好好一起吃饭，来，帮我洗菜。是，小美女。方思，刚才买的百岁山已经帮你放冰箱了，如果你要喝的话，可以先去拿。谢谢啊。哎，一会儿来吃饭啊。我不吃了，我有事，我要出去。怎么了？不是刚才都说好了吗？如果我真的在这里吃饭的话，不知道礼堂还会发什么神经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不想影响你和伯母。浩然，你总是那么替人着想。那我走了。我送你。哎，方森，这些箱子你应该不要了吧？如果放在这里搬到伯母就不好了，我帮你拿走。没关系，我一会儿自己弄就行了。没事。谢谢啊。好，拜拜。小心。没事。拜拜。在干嘛？你干嘛？你干嘛？鬼鬼祟祟的。我以为你们两个进房间了。你脑子里都是马赛克啊？我脑子里也有不打马赛克的啊。你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不要误会，我是担心你。情况，人家都被你赶走了。他走了，不吃晚饭了。李唐，不请自来的人是你，现在你倒把自己当主人了，自我感觉太好了。我都还没说你，不是感冒吗？还跟他去逛什么超市啊？啊？这什么？你配的？你怎么知道我哪里不舒服啊？我怎么会不知道？不是感冒吗？以前不也常这样？自作多情。看在你一片好心的份上，算了，不跟你计较了。吃完饭赶紧走人。什么自作多情？记得洗碗。哎，我干嘛洗碗啊？我是客人哎，喂，洗澡行不行啊？现在你才是邻居，有利的是你才对啊。高手过招，决定胜负的不是谁打得比较漂亮，而是谁犯的错误比较少。礼堂那么喜欢用错误的方式，我还要拦着他吗？那你打算怎么办？你不能一直相处下去的。现在公事私事搅在一起，不太合适，晚点再说吧。来。方思，不要回头看了，我会让你明白，我比礼堂更适合你。哦，
管我啊，我们都是一家人，我不会客气的。谁跟你是一家人啊？哎，你看看几点了？你有点眼色行吗？赶紧走。我又没有打扰你，你就忙你的嘛，我再待一会就好了。你今天拉着我妈去买菜跑了800米，我还没说你什么呢，你现在还赖在这里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，李唐？你妈体力也蛮好的，我看她平常广场舞没有白跳。嘘，小声一点，把她吵起来。走走走走。我家停电啦！管你啊！我有夜盲症。我告诉你，这是最后一次了，你要再这么理所当然监视我，或者派人监视我，不放肆！明天我还来，我家天天修电路。看这个信里面可以告诉我话呀。在公司让小奈监视我，现在自己还监视到家里来了，拿我当什么宠物啊？一会儿这几套也让他再试一下，我觉得还挺适合他的。这3个，好吗？哎，怎么样？苏对服装有什么要求吗？他不肯试，他经纪人说他从来不穿白衣服。事情真多，你都不知道，他经纪人可拽了，坚持说他不出来试衣服。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这么难搞，估计是想抬价吧。我去跟他说。哎，方思啊，你可千万别跟他吵架啊！对呀，万一你得罪了苏，可是对公司有直接影响的。哎，方思啊，你愣着干嘛？找李总啊！苏我们可得罪不起，万一呛起来毁了合同，我们吃不了兜着走。去啊！对。苏出道以来一向的规矩就是不穿白衣服，你们好歹是家专业的公司，不会不知道吧？再说了，你老板都没说什么，你倒先来反对，名气不大，架子倒不小。张先生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们可是会违约的。你还是先看清楚附加条款再来跟我说吧。我们可以根据苏的具体情况做细节的调整，设计师必须配合。所谓的细节是指编缀、线条以及配饰，这些都没有问题。你现在把整个系列的底色全部都换掉，对不起，不可能。张先生，你从事模特行业那么久了，不会连这些都不知道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行，你们堂皇排的，我伺候不起，行了吧？我走。万一你得罪了苏，可是对公司有直接影响的。等等，算你脑子还没彻底坏呢。行，把底色改了，今天的事我可以当做没发生过。我没打算换底色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算下来，苏用不肯穿白衣服的事情炒作5年了。作为资深的经纪人，你应该知道是时候换个噱头了吧？而且这次苏在电影中的表现，你应该也知道。表现怎么了？我们票房可是很好的。是谁惹我们的张大经纪人生气啊？这就是你的不对喽，蒲方司。合约的附加条款上明明注明了，苏可以对服装的细节提出任何意见，而且所谓的细节也没有明确的定义。还是李总明事理。如果我的服装师说的这么明确，如果不行，那就解约了。像苏这样的明日黄花，我想应该不会在影视公司找他合作。
既然他的人气就要下跌，我想我不应该拿我的品牌在开玩笑。李总，哎呀，你说什么呢，李总？哎呀，我刚才和副设计师就在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。哎呀，虽然我们苏啊这些年是没破例过，但是李总亲自出马，我们总是要给个面子，帮下弹簧的是吧？帮弹簧，为了捧明星数据造假这种事我见多了。不过，像你们这种纸包不住火，还在那边孜孜不倦的耍大牌，我实在是很佩服。随行名单一增再增，条件一加再加，这些我都可以容忍。但如果对我们的服装上面，你们没有办法配合，那我想我要为我的公司负责。配合配合，我们一定配合。听清楚，现在是我在帮你，不是叔在救我。是你救我。谁说的衣服不好看？哎呀，这衣服很好看啊！哎，多好看！我们苏穿起来一定很好看。我们穿，肯定穿。那你把它穿上啊，我看。啊，穿，一定穿。我没想到你居然会站到我这边，而且到现在还都没有骂我。你维护公司的利益，我当然要站在你这边啊。不过不管你站在哪一边，你还是一头猪。还好小奈告诉我，你去找他们理论。我过去了。还好你来了。我不是跟你说过了，只要你需要我的时候，我会立刻马上出现在你面前。真的啊？必须是真的。那如果我希望你立马消失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也会消失啊？傅方诗同学，如果你是 iPhone， 那我就是 iPhone 内建的 APP， 其他男人像尹浩然，他们才是第三方的 APP。什么意思啊？所有第三方的 APP 都是可以删除的，但是我李唐，你是删不掉的。当你想删除所有第三方的 APP 的时候，他们都在发抖，而我是因为得瑟。幼稚。不过还好你今天做足了功课哦。叔不穿白衣服这一招，他们已经让外界猜测了很多年，竟然识破了他们的伎俩。可是你明知道这些，为什么还非要跟他们合作啊？我看他们的随行名单已经超过了20多个人，而且全部都要住5星级酒店，还要配全套的保安设施，吃的什么呢，住的都是指定的。美国总统也不过如此吧？那是因为他值得。可是你不是说他是明日黄花，人气马上要下跌了吗？虽然他在电影界试水没成功，但是他在模特儿界的地位仍在，所以我要他的价值就是他能够为弹簧破例耍噱头。他不肯让，是因为他吃定了弹簧，我们要求他。不过我们现在双方都把品牌亮出来了，他就一定会答应。居然想了那么多啊！你没事也学学我这个内置的 APP， 多读点书，不要老是跟那些乱七八糟的人只会逛超市。你这 iPhone 的段子是不是背了很久了？挺好玩的，下次再练啊。这么早？你也这么早啊？李唐没事吧？为什么这么问？如果他没事的话，应该不会这么早让你下班吧？像你说对了。哎，你一会儿还出去吗？不出去，随便家里吃点。上次不好意思，本来想请你吃饭的，结果也没吃成。今天晚上你不如来我家吃饭吧？真的吗？不过，李唐不会来吧？你放心吧，他今天洁癖又发作了，估计今天晚上不会来。走。
这边是106号，我家怎么会停修电路？那什么时候可以修好啊？明天。这么巧啊？巧到可以被我说出。昨天真不好意思啊，你买的菜还没有吃成。现在不是吃了吗？而且还是在没有冲突、没有打扰之下吃完，不是吗？哎，干嘛？放着我来就行了。我来吧。不用啦。其实我帮你洗碗是有目的的。什么目的啊？为了下次可以蹭饭啊，所以我必须要付出一点劳动。那你就擦碗吧。好吧。礼堂要是有你这个觉悟啊就好了。这件是你做的吗？这个上面那个图案还是我爸教我的。但是我觉得立体一点比较好，效果更好。我也是那么想的，我还在网上找了很多这种图案，本来还想研究一下的，但是这几天根本就不能专心。擦干净了，放里面。这里面。你小心点，这个柜子之前坏了，然后我修了修，然后有个钉子一直翘出来，我就怎么样也弄不平，然后我怕我妈给那个扎到手，我就用棉布给它包了一包。家里面的事情大大小小都是由你来做，辛苦了吧？没什么，这些年我已经习惯了。去拿工具箱，我帮你修好的。不用了，我自己弄就行了。不麻烦，很简单的事情，快了，来，乖，快去。方思啊，叫浩然出来吃点水果吧。他说要帮忙修修橱柜。哎呦，你看真不好意思，让他来吃顿饭，还干这么多活儿。谁啊？又是这个家伙。谁呀？你猜？哎呦，隔壁老王啊！别给他开门，好在没给他开门，烦死了！我最近跟他吵架。是礼堂。礼堂怎么不开门呢？快去开门让他进来呀！不行，这人最近来的太勤了，不能老惯着他，得寸进尺。伯母，方思，我家又停电了，今天可以借我休息一个晚上吗？方思，行了，你骗谁呀？昨天停，今天又停啊！我家今天真的是停电啊，整条街都没有灯，不信你开门跟我去看啊。今天真停啊？哦，那昨天就是假的了。昨天也是真停电，今天也是真停电。我不信。狼来了都有3次机会，我才第2次哎。礼堂，你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吗？不要再骗你。你知道就好。傅方思，是不是姓尹的也在里面啊？是不是他叫你不要开门让我进去的啊？哎，别理他，神经病。傅方思，我不进去可以，那你叫他出来啊！你呀，支持我，支持我。哎呀，没事没事。傅方思，傅方思，开门啊！你叫姓尹的出来啊！谁呀？这么吵！要不然睡觉了。一定是在跟尹浩然共进晚餐。